我最近聽說有中國人想要抢夺我的冠軍金腰带，你们中国人實在是太不要臉了！就憑你們的三腳貓功夫，10個人也絕對打不過我一個。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場比賽非常精彩的一場中日對局啊！本場比賽的舉辦地點呢在日本東京，我們中國姑娘宋茜殺入到日本東京啊，來挑戰日本的一個號稱是模特女拳王的家伙。好，賽前想必你也聽到了，這個日本女拳王很猖獗啊，他表示說我們中國人的功夫都是三腳貓功夫，10個人也未必是他的對手。囂張的態度簡直無法無天，所以說今天我們中國姑娘宋茜前來挑戰他。好，这個短頭髮的就是宋茜，小姑娘呢自幼習武，才19歲啊，也就是18周歲。好，那眼前這個長得人畜無害的家伙就是日本模特女拳王櫻原美優。好，比賽開始，看一下藍方選手，藍色拳套就是宋茜，從方向來連續的進攻。哦，這個女子對抗賽能打得這麼激烈，哦，這個確實很少見。兩人的量級呢都是比較的輕，可以看到都很瘦。哦呦，双方幾乎都不做防守，對於自己的抗擊打能力都很有自信。哦，宋茜打得很兇。不愧是邱建良的徒弟，這個打法碾壓式的打法也非常像邱建良的一個風格。哦呦，什麼情況？現場裁判竟然是終止了比賽。那這個看我們中國選手的金融節奏很好，立馬就終止了對局。很多時候呢，在國外打比賽，經常會面對這種情況啊，就是中國選手打得好的時候，馬上就要 KO 對手了啊，就會被終止比賽。這家伙被打得眼睛睜不開了，哦，還在整理髮型啊。哦呦，他是在向裁判拋媚眼嗎？啊，他可能是在這個誘惑裁判啊。好，比賽繼續，來看雙方選手的表現。哎呦，這一腳什麼情況？對手出其不意，也是在搞偷襲。宋茜迎來了第4讀秒，但是應該是沒關係。哎呦，兩人的這個比賽打得非常的亂啊！到最後的半分鐘時間，又是一拳打跪在地上。對手的話，這個身板很脆啊。宋茜連續的擺拳，效果還是非常不錯。很明顯的，對方是一個擅長運用腿法的選手，而宋茜呢是擅長利用拳法。兩人作戰風格還是截然不同的。好，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那雖然說在第一回合呢發生了一點小的插曲兒，但是呢不影響比賽。對手已經被打蒙圈了，好像哭，但是呢，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你看到宋茜的這個拳法還是很猛的，連貫性很強，一口氣打出7、8拳。哦，這個連貫性讓對手根本是沒有辦法去反抗。包括像後手的重拳，力道也是很足。觀眾朋友們，你別看這個家伙長得人畜無害啊，好像一個好人，但實際上啊，這個心眼壞得很。賽前更是表示說我們中國人呢，實力太弱，不可能奪走他的腰帶。然而今天呢，我們的中國姑娘宋茜來到這裡的目的，就是要奪走對方的金腰帶。好，比賽繼續，看一下第2回合雙方選手的表現。好，這上來的話，火藥味還是很濃，還是繼續選擇拼拳。
哇，這個對手硬扛宋茜10多拳。哦，這個家伙的腦袋是鐵做的嗎？他的腦袋可能是木頭。好，对方站不太穩了。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塊呢，應該還不到200斤啊，都很輕。可以看到這個胳膊和腿瘦得很。哦，對手真的很抗打。对方都快淪為我們宋茜的沙包了，哎呦！而且他的這個鼻血已經被打噴出來，再來個劈叉。觀眾朋友，這場比賽的話，這個場面非常的具有戲劇性。這個對手已經被鼻血打噴，而且都被打到劈叉了。但是我們不得不佩服對方的這種不認輸的精神，確實很抗揍。也希望他呢千萬別認輸啊，繼續看他能扛多久。最後的10秒鐘。好，比賽第2回合已經結束啊，給我們中國姑娘勒個夠嗆，但是對手呢仍然是沒倒。不得不說這個家伙確實扛揍。好，這場比賽每一分每一秒對於日本選手來講，日本的模特女拳王來講呢都是煎熬啊，他過得很難啊，被打得確實很慘啊。雖然說表面上看起來對手是在反擊，但實際上他的拳法幾乎是沒有打中啊，在亂輪拳，一拳不中。而我們這邊呢很精準啊，兩人的對拼場面確實比一些男子比賽的對拼的還要兇狠。好，那麼接下來要進行第3回合了，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好，比賽來到第3回合了，看一下兩個女子之間第3回合的表現。還是在混拳，我的媽呀！哦呦，這裡是追着對手去打，而且宋茜的體能也是很好。哦呦，對手這個髮型已經被打爛了，而且這個鼻梁被打到直噴鮮血。哦呦，什麼情況？這一下再次打趴對手。裁判進行一次讀秒，看一下對手還能不能挺下去。哎呦，裁判終於是終止了本場比賽的對局。可以看到我們的中國姑娘宋茜非常的開心啊，因為這場比賽呢可以說是把對手狠狠的收拾了一番，為我們中國人狠狠的出了口氣。而且今天我們也看到了我們中國女將啊，除了張偉麗以外，也有一些高手啊，這個拳法確實打得很猛。拳壇轟炸機，我覺得這個名號非常適合他。看起來好像很瘦小，全身都是骨頭，但是他的實力很強。好，讓我們再恭喜我們中國姑娘，那這場比賽的話也是成功 KO 對手。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你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很多人認識何塞奧爾多，只記住了那短短13秒，全網反覆剪輯，無限回放，讓無數路人以為他只是一個曇花一現、瞬間跌落神壇的過氣王者。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最離譜的從不是這13秒的實力，而是觀眾用1秒的遺憾概括了他10年的王朝。沒人能否定那場比賽的結果，但也不能用這13秒定義奧爾多的整個人生。
如果格鬥有时代劃分，奧爾多絕對獨佔一個魚耳朵時代。在那個13秒之前，他是整個羽量級賽場無解的暴君，是常年站在山頂無人能夠撼動的統治者。1986年，奧爾多出生在巴西馬瑙斯，他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工人，家裡條件並不寬裕。小時候的奧爾多最喜歡的其實是足球，他也練過卡布耶拉，後來才開始接觸柔術。可在巴西，喜歡足球的孩子太多了，真正能靠足球改變命運的人卻少得可憐。奧爾多慢慢發現自己在格鬥上或許更有天賦。16歲那年，他做了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離開家鄉，一個人前往幾千公里之外的里約熱內盧。那時候的他沒什麼錢，也沒有任何名氣，身邊甚至沒有家人照顧，支撐他的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想法，靠打拳活下去。他來到著名的諾瓦聯合訓練館，最困难的時候住在訓練館裡，白天訓練，晚上就睡在墊子旁邊。對於奧爾多來說，每一次訓練都不是在追求夢想，而是在給自己爭一條活路。早年間征戰 WEC 賽場的奧爾多是最純粹的賽場獵手，兇狠果斷，從不拖泥帶水。面對卡布斯旺森，他一记犀利飞膝快速終結對手，乾脆利落拿下勝利。對陣麥克布朗，他憑借極致的攻防拿下羽量級冠軍腰帶，正式開啟屬於自己的統治之路。面對烏利亞法貝爾，他精準的低掃不斷瓦解對手的移動節奏，一步步鎖死戰局，掌控全場。整整8場 WEC 賽事，奧爾多交出了8場全勝、7次終結的恐怖戰績，2次成功衛冕冠軍頭銜。彼時的他年輕，爆發力拉滿，襲擊、低掃、突進終結樣樣精通，在同級別的賽場裡幾乎找不到能與之抗衡的對手。升入 UFC 之後，奧爾多徹底完成了從嗜血獵手到沉穩守城人的蛻变。褪去年輕氣盛的极致進攻，他不再執着於每一場都暴力終結，而是學會了掌控比賽，穩住局面，守住王座。這不是打法退步，而是頂級強者的成熟與通透，是對賽場、對勝利最極致的敬畏。面對馬克霍米尼克、肯尼弗洛里安等一眾強敵，他用精準的距離控制、無解的防摔體系、極致的體能管理，穩穩守住每一次衛冕戰。尤其是和查德门德斯的2番戰，成為他生涯最動人的高光之一。全程高強度對攻，多次陷入逆風局面，但他沒有退縮，沒有崩盤，硬生生頂住壓力，扛住重擊，在絕境中站穩腳跟，拿下勝利。這一刻的奧爾多讓所有人明白，真正的王者不只會順風碾壓，更能在逆風局裡扛住一切，死戰到底。10年 UFC 統治，他憑的從不是運氣，而是日復一日的自律、不斷迭代的技術和遠超常人的賽場韌性。可命運最殘酷的地方，從來不是長期的潰敗，而是10年鋪墊，毀於一瞬。那場萬眾矚目的對決，成了所有觀眾對他最深刻的記憶。沒有漫長的拉鋸試探，沒有調整戰術的機會，沒有全力以赴的攻防博弈，短短13秒，比賽結束。這13秒太特殊了，那是數月艱苦備戰的付諸東流，是一身戰術儲備的無處施展，是一次微小失誤被無限放大、反覆傳播，永久烙印。從此，大眾的記憶被徹底改寫，沒人再頻繁提起他的10年不敗，他的王朝統治，他的逆風翻盤，所有人只記得奧爾多輸了，而且輸得很快，很徹底。世人總習慣用一次失敗否定所有過往，卻忘了真正的強者從不是從不跌倒，而是跌倒之後依然敢重回聚光燈下。UFC 200對陣弗蘭基·艾德加，是他跌落神壇後的強勢反擊。褪去所有浮躁與銳氣，他變得更加克制、沉穩。憑借頂級的防摔、精準的距離把控、冷靜的移動反擊，一步步掌控比賽節奏，重新拿下臨時冠軍腰帶。這場勝利無關碾壓，無關驚豔，卻最能體現奧爾多的風骨。可以接受失敗，但絕不接受被失敗擊潰。別人用13秒否定他，他就用扎扎實實的勝利，一點點贏回自己的尊嚴。更讓人動容的是，功成名就、歷經巔峰與低谷的他，從未躺在過往的榮譽簿上養老。在身體狀態逐年下滑、早已無需證明自己的年紀，奧爾多選擇降重競爭除量級。要知道，降重是格鬥選手最痛苦、最煎熬的抉擇。更小的級別意味着更快的節奏、更極致的速度、更殘酷的減重考驗。他完全可以體面退役，帶着傳奇冠軍的身份安穩落幕，但他沒有。面對馬龍維拉、佩德罗奧姆尼斯、羅布斯铁等一众新生代强敌，他像新人一樣重新排位，從頭打拼，放下王者的身段，放下過往的光環，默默承受減重的痛苦、赛場的衝擊。他早已不需要用冠軍證明偉大，卻依然願意為了熱愛放下一切，重新出發。2024年，退役已久的奧爾多在里約赛場復出，穩穩拿下一致判定勝利。2025年，他正式宣布退役，徹底告別奮鬥一生的擂台。沒有轟轟烈烈的封神落幕，只有溫柔體面的收官。
如今再回看奥爾多的職業生涯，那13秒的失利只是他10年傳奇裡微不足道的一个片段，從來不是全部。他統治過一個時代，扛過最狠的逆風，熬過最痛的低谷，即便跌落神壇，也從未低頭認輸。我們總容易被流量裹挾，記住瞬間的潰敗，遺忘長久的堅守，但真正的傳奇從不會被一場失敗定義。13秒可以輸掉一場比賽，卻永遠摧毀不了何塞·奧爾多的風骨與偉大。他告訴所有人，人生最可貴的從來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歷盡起落，依然坦蕩，依然堅韌，依然不負熱愛。都在拼這種節奏，解讀了 KO， 這是完全是 KO， 直接 KO， 直接 KO。中國最恐怖的重炮殺手橫空出世，波球親侄子慘遭 KO， 氣得波球一臉無奈，憤然離場。在中國有這麼一位年輕的拳王，他以催淚拳法享譽世界。看他的比賽，骨倒地的刺激場面，他便是來自於河南的催淚高手魏寧輝。作為一個自由搏擊選手，他既沒有學習散打，也沒有學習泰拳，而是選擇中國傳統武術8極拳法。8極拳法至剛至猛，殺傷力十足，這也是魏寧輝能夠制霸世界拳壇的關鍵因素。而今天這場比賽正是催淚大師魏寧輝職業生涯的首場對局，但是沒有想到首場比賽就遇到了一位勁敵波球的親侄子蘇信。據說拳王波球對他的親侄子蘇信抱有非常高的期望，並且希望他能夠繼承自己的衣缽，成為下一個泰國的拳王。而且為了使蘇信的職業生涯能夠一帆風順，首場比賽就挑選了一位拳壇新人魏寧輝作為他的對手。說白一點，觀眾朋友們，就是把魏寧輝作為蘇信的墊腳石。然而沒有想到，這場比賽卻意外踢到了一塊硬骨頭。好，雙方的比賽馬上開始，年紀都不大。魏寧輝的話是19周歲，對方的話是17周歲差了2歲。比賽舉辦地點正在泰國曼谷，所以說這個蘇信他可以說是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漂亮，大力的砍踢來自於魏寧輝。大家伙不要認錯了，紅色短褲是魏寧輝，而藍色褲衩泰國波球的親侄子蘇信。對方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在泰國主場打他的叔叔波球在台下作為指揮，而且他還特意挑選了一個新人來打。如果這還是要打不贏的話，我覺得不要打拳了，乾脆去賣椰子汁兒算了。魏寧輝其實也有很多泰拳很好的一些成績，所以他是完全可以跟泰拳選手對抗的。所以就前面还覺得前3板斧，現在實際說自己欣賞魏寧輝說，我今天這個非常輕鬆贏你，剛那個還有一種低掃兩次把對方這個掃倒。今天這個魏寧輝打得非常的自信，非常自信。第一局比賽，因為這個純泰式的比賽嘛，可以利用一些再摔動作現在打的這場比賽，實際上對方在明，我們在暗。蘇信他是一個非常純正的泰式選手，而魏寧輝他更多的是中國傳統武術8極拳法。好，你看這個拳法，哇，是又快又準啊！多角度進攻，而且還可以轉圈打、接腿打，各種方式怎麼打怎麼有。而波球的侄子蘇信對魏寧輝那是一點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我們用的是什麼拳法，沒見過，更沒聽過這個動作。這個蘇信還是著名泰國拳王波球的侄子，對，也算是搏擊世家。當然他還很年輕，現在只有18歲。現在蘇信慢慢的已經能夠適應了這個魏寧輝的進攻的一種節奏了，慢慢已經適應了這是一個泰式飛膝。這個泰國的格鬥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譽，這個各種流派都以打敗泰拳為榮。這個出拳了，連續出拳嘛，因為這泰拳規則。哎呀，我覺得魏寧輝好像太鬆了點，剛才這個，其實拿到腿以後應該快速連擊。哇，今天魏寧輝的接腿可以說是怎麼接怎麼有，對方只要一出腿，你看立馬被接住。導致現在蘇信有點不敢出腿了，沒臉就接你的腿，然後再打你的臉。
雖然說是有着很響亮的名聲啊，是波球的侄子啊，但目前看起來的話，他的確在拳商這一塊不是很高，包括打法和硬度上來講呢，好像貌似也不是很強啊。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爛泥扶不上牆。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這裡稍作休息。相信在休息階段的話，波球肯定會給他的親侄子蘇信啊做一些戰術性的指導，不知道在第二回合會不會改變戰術。观众朋友们，现在您说的哦，这个比赛非常漂亮，这个有可能开欧了哦，上台了，给他进读秒，这个开局非常好，这个开局非常好。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哇，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开局5秒鐘不到，重拳 KO， 這就是我們中國最恐怖的催淚大師魏寧輝的拳法威力。正所謂10年太極不出門，1年8級打死人，說的就是8級拳法，的確是夠狠。好，我們注意看波球，看到這一幕，直接憤然離場。當然，他的表情當中呢，充滿了很多憤怒，但同時也充滿了很多無奈啊，這個恨其不爭啊。好，下面魏寧輝的第二個對手，他的實力可謂是相當的強勁，他是制霸歐洲拳壇的 FIBA 踢拳雙冠王，以及歐洲泰拳冠軍啊。說起他的名稱，說起他的光環啊，那就不說了，實在是太多了，數不勝數。到目前為止，職業生涯有着45勝42場 KO 的驚人 KO 率，他也是一個以重拳為主的選手。好，雙方的比賽已經開始，我們注意看藍方選手黑色短褲便是歐洲雙冠王完，而紅方選手便是魏寧輝級的世界冠軍啊，是 KO 率高的小胖，對，這幾年他鍛鍊的這個拳打身體這個能力越來越強了。對，完了這個組合能力不錯，是並且單擊的這種打擊效果也不錯啊，對，很有力。魏寧輝最近的這個低掃也加強了很多，是在不久之前還用這個低掃踢倒了蒙國棟，對，他等於是他用低掃腿走向了65公斤冠軍這個金腰帶。是的，這個現在是手腳齊全，對，既有拳法又有腿法了，對。拳的組合能力很強啊。對，我們看這個歐洲的雙冠王胡安呢，他不僅是進攻上非常的迅猛，而且他的防守意識也非常強。好，邊打邊搖頭。第四，魏寧輝的重拳威力還不夠。雖然說此時魏寧輝啊還是很年輕，但是呢，他的作戰經驗已經非常豐富了。好，對方的防守密不透風。好，但魏寧輝呢主攻對方的肝部，這就是我們的催淚拳法。是。再加上腿法，就更完美了。對，現在魏寧輝這個拳啊，單擊啊，很乾淨啊。對，無論是單擊、連擊，這個落點清晰。對。對手這個低掃啊，抱得很緊，肩架很緊，其實要搖斬。我覺得魏寧輝應該和吳雪松多交流一下。對，這兩個真是完。魏寧輝現在當然腿法也不錯，對，加強了很多腿法的進攻。對。魏寧輝在這樣的拳法攻勢下，你要再多變化一些，加上腿法呀，真的是會更好一些。得有拳腿組合。相比對方的一臉嚴肅啊，魏寧輝這種邊打邊笑啊，一臉這個笑嘻嘻的表情，讓人很難分清他到底是有實力還是沒實力。給人一種很和善啊，非常友好，很好欺負啊，很好拿捏的感覺。但一般對手如果真的這麼想，那他的下場就危險了。好，對方的上半身防守很緊密，魏寧輝開始進攻下盤。對方的反擊，平推有點兇。哇，什麼情況？反手！哇，這個是一個反手的後手平勾拳。我們剛剛只看到對方啊追得很猛，那怎麼追着追着，哎呦，跪倒在地上。歐洲的泰拳冠軍、雙冠踢拳冠軍被魏寧輝重拳 KO。如果戰勝波球的侄子是運氣好，那戰勝他，我覺得是魏寧輝實力最好的一個象徵。我們再次恭喜魏寧輝，下期視頻再見。我操！
注意看，嚣張的韓國人以為中國選手是軟柿子，動手動腳，故意推搡。中國選手絲毫不慣着，當即霸氣回懟。上台之後，更是用中國武術教他做人，揍得他抱頭鼠竄，哭爹喊娘。要說全世界誰最會欺軟怕硬？據有效數據統計，在比賽開始之前，尤其是拳擊比賽啊，韓國選手的挑釁率高達80%以上。也就是說，10個韓國選手當中啊，有8個人會去挑釁對手。就像賽前黑色褲衩的紅方選手啊，韓國的池昌旭這個小子披着韓國的八卦國旗，當众推搡我們中國選手。他以為我們不會還手，結果中國小伙當即回怼，然後他就蔫兒了，就像是這個冬天啊，这個秋天啊霜打的茄子，他蔫兒了。而這場比賽的中國選手便是紅色短褲的藍方選手張正勇，他在11歲時便被父母送到了少林寺塔溝武校學習傳統武術。打晃了。對方的反應很迅速，下潛抱摔終止我們的進攻節奏。哇，這個家伙勁兒還真不小。今天他們兩個的戰鬥風格是完全不同，而張正勇他便是傳統武術風格更濃一些，拳腿功夫更好。也就是說，我們打站立厲害啊，對方呢這個賴賴唧唧，在打地面比較厲害一些。裁判看不下去了，因為對方他只是黏住你，但不進攻。在裁判的眼裡，這屬於消極比賽。實際上對方他並不是一個純種的韓國人啊，他其實是一個蒙古人，來自於蒙古國，但是他現在的國籍是雙國籍，蒙古加韓國。放着好好的牛羊肉不吃啊，你非要跑去韓國吃泡菜，那沒人攔得住你。小心，張正勇，哇，拳法抡得太猛了。別看張正勇的身高不高啊，但他絕对是一個十足的小鋼炮，打法非常的兇。很有勇氣，正如他胸口紋的4個大字啊，雖死不敗。大家可以暫停仔細看一下啊，4個大字。雖然說這個字體呢不太好看啊，但是呢，意思表達到位了啊，雖死不敗。好，雙方的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大家不要認錯了啊。紅色短褲中國選手張正勇，而黑色褲衩便是韓國選手池昌旭。他以前應該是有一個蒙古國的名字，但叫啥不清楚啊。好漂亮！哇，啟動速度很快。實際上，在身高和臂展上，這個韓國選手都佔據優勢，但他的站立水平實在太爛了。好，下潛抱摔，沒有任何假動作，直接偷襲。但正勇的防摔能力的確是差了一些。現在是半跪在地上。好，頂膝。在站立上，我們這邊給到的壓制力還是非常足的。連續的擺拳追擊，大開大合的拳擊風格啊，很有觀賞性。主要是夠不着啊，對方除了跑就是跑。現在蒙古人加入韓國國籍呢，已經是一個家常便飯，非常常見的事了。觀眾朋友們，這並不是什麼稀奇事兒，因為現在韓流已經是席捲了整個蒙古國。當年韓流也想席捲我們中國，但是國家出手非常的及時，把他們趕了出去。藍牌警告，現場裁判警告，原因呢是對方太過於消極，不出手。的確，因為他除了摔我們以外，幾乎是沒有出過拳或者腿。好，比賽繼續。現場裁判還算是比較的這個專業。張正勇瘋狂的大力擺拳，很彪悍。對手下潛抱摔，
這一下終止了郑勇的进攻節奏，而且对方的这个力气的確是很大啊，渾身蠻力。但是他的地面技巧也不強，他只會摔啊，把你放倒。像其他的什麼地面砸擊啊、地面控制啊，目前來看他的技術水平呢，的確是不高。這麼不高，他是怎麼敢賽前推搡我們呢？好，雙方的比賽來到最後一個回合。大家不要認錯啊！紅色短褲中國選手張正勇而對手沒錯，下線抱摔的便是韓國選手池昌旭。張正勇在比賽結束之後啊，趕緊請一個摔跤好一點的教練嘛，這個防摔還是要練一練。這場比賽呢，幾乎是都沒有防住。好，大力擺拳，瘋狂追擊。好，這一下還是沒防住，在防摔技巧上還差了一些啊，戰力水平沒得挑。實際上，我們國內的很多綜合格鬥高手啊，都是先從戰力高手慢慢的學到了這個地面技術，像張偉麗，包括三大大滿貫王聰，宋亞東，這都是先是練戰力，後是練摔跤。所以說呢，不着急，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精通戰力啊也沒問題啊，總要有一樣東西啊能拿得出手，就怕你樣樣通，樣樣鬆。好漂亮，兩拳。這場比賽沒那麼激烈的原因呢，只有一個，就是對方啊太慫了，滿場亂跑，滿場亂轉。主要是我們想打，但打不起來呀。好，前手的擺拳。後手來一個，抱頭鼠竄，這下真的打到抱頭鼠竄了。又一次下潛，終止我們進攻節奏，但比賽時間馬上結束。好，這場中韓大戰終於結束。雖然說韓國選手賽前叫得很歡啊，推搡又叫囂，但沒有想到上台之後啊，軟的不行啊，被我們中國選手全程戰力吊打。雖然說有很多次的成功抱摔啊，但他的每次抱摔都是沒什麼用的，沒有任何砸擊啊，後續的補拳。所以說3個回合對方的分數不出意外的話，那應該是相當的低了。好，沒有意外，恭喜中國選手張正勇獲得比賽勝利。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今天一上來之後的這個重擊啊，打的確實是聲聲作響啊，特別漂亮啊，我們漂亮後手，連續2個。南方運動員，一位來自日本的小級別悍將，當前呢正處於一波4連勝的狀態。說他是一位天才少年，也不為過。莊思李九道。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對局。我們注意看眼前正在出場的小雜毛，沒錯，來自於日本的天才少年，目前處於4連勝的莊思李九鬥。才22歲，才打了2年半的比賽，就揚言要踏平我們中國拳壇。而且這一次來我們中國體館，他早不來晚不來，偏偏挑在了8·1建軍節這一天，他跑來了中國體館。你沒聽錯啊，他是故意挑這個日子啊，來故意找茬。你可以看到上場之後對現場的觀眾還進行挑釁，注意看，還上蹿下跳，又加的金毛狗還要調皮。咱們迎戰的紅方，一位中國水族的運動員，有請中國猛博二。
好，没錯，眼前披着5星紅旗出場的擂台狩獵者便是我們中國水族。沒錯，少數民族水族的運動員蒙博安。蒙博安和剛剛的日本小雜毛他們同歲，都是22歲，所以說本場比賽更像是一場中日兩國之間新生代拳擊手的碰撞。今天的解说嘉賓雨辰，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海洋老師好，漂亮啊，蒙博安，漂亮的後手，連續2個，漂亮，第3個，蒙博安今天一上來之後的這個重擊啊，打的確實是聲聲作響啊。這是奔着快速結束比賽的沒錯，你感覺要一波帶走啊。對，中日對抗賽，觀眾朋友們就該這麼打。看來我之前的擔心是多慮了，我一直擔心我們中國搏擊可能會斷層斷檔啊，後繼無人。但是我的擔心明顯是多慮了。哎，什麼情況？哎呦，對方這下怎麼把對方踢回原形了？4腳着地，真要變成金毛狗嗎？好，這一下對方明顯是故意的啊！對方怎麼能拿襠部來故意踢我們的腳呢？很明顯啊，這是這個日本小雜毛有意而為之啊，完全不怪蒙博安吶。好，這裡休息完畢，比賽繼續。更多的時候是在我們50序列賽 CPL 的比賽當中，中国自由俱樂部中国搏擊俱樂部黄金聯賽當中，漂亮！我天，接點之後又是後手啊！蒙博安今天的這個後手打的確實是穩準狠啊！是的。節奏給的也快，是，而且2個人一上來進攻的速率都快啊，近身肉搏啊。對，裝死李九肉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互指掉了。我的天哪！哇，這場比賽實在是太激烈，我們看蒙博安的護齒都被打掉了。但這一下與其說是打掉有點不太正確，是蒙博安呢他的呼吸節奏變快啊，自己吐出去的。走的話，我覺得一個這3回合可能危險。是的，哎呦，漂亮，又是一個後手。前手點出來了，就打後手，感覺今天蒙博安的這個比賽狀態跟他跟那個小馬達張勇那場比賽感覺很像啊，就是一上來都是就是長鏈條，而且快頻次的輸出。喂，這會兒張斯里九道慢慢都找到感覺了啊！對，一個勾拳，對，前直、後直和上勾都有。這個時候很明顯，日本小雜毛的節奏慢慢打起來了，而蒙博安呢稍微喘口氣兒，稍微放慢節奏。畢竟比賽這3個回合我們細水長流。但重拳的威力還是有的哦，漂亮！哇，這個前手，但日本的小雜毛依舊壓得很死。這個小雜毛明顯是日本選手的一個風格特點，皮是抗造，就是抗打，打得有點蒙圈啊，就是自己的進攻端並沒有找到好的一個節奏啊。現在慢慢適應過來之後，就是能力和技術層面的發揮就開始慢慢顯現出來了。而且我們有點擔心蒙博安體能的儲備啊。是的。對，就是第一個疲勞期已經來了。是的，漂亮，前手能夠點到。莊斯里九斗的防守端做的還是不錯啊，又是點一個前手壓後手給掃踢。一回合最後的20秒，但現在2個人呢依舊是都不願意後退半步，都在往前頂。蒙博安這個小伙才22歲，其風格我覺得和我們中國新生代的選手像張奎、楊華、曲木西服他們這一代選手的風格都很像。尤其打日本選手的時候，你看猛打猛衝，啊，漂亮，連續3拳，給正東。第一回合再我的天，2個人今天第一回合打的着實是燃吶，太燃了，我覺得不行。尤其是剛上來那一波，對，就覺得我們都有點喘不過來氣。第2回合的比賽，是我們要看一下蒙博安怎麼來打啊，對，這是後手，对，這個後手的重擊給的不錯，互換前手，又是一個後手，好，有一個中掃，對。感覺蒙博安可能要在，又是互持掉了，連續的拼拳，雙死里九斗現在是打上劲了。哇，這場火星碰撞地球的對決，雙方真是打出火了。好，我們注意看蒙博安這邊的牙套又一次不小心吐了出來。現在我們中國00後這一批的拳擊手、搏擊運動員真是了不得呀。好，比賽繼續。雙方的戰術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都是往前頂。你看，打不退呀。好，低掃，對方有些西法，而蒙博安更多的是拳法為主。照這麼打下去的話，雙方的體能可能不到第3個回合就要打光啊！哎，牙套又飛了。蒙博安示意裁判暫停，但對方小日本还追上來打我們。蒙博安這場比賽已經3次不小心吐出牙套了，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設計有問題。
火力全開的狀態。蒙博恩也要注意了啊！對，場裁有提示了，護持一定要咬好。對，好，低掃。對，因為可能是這個護持可能有點不合牙。好，再來，繼續的給低掃，再來一腿，漂亮。後手還是要去掛中線，互換前手，低掃。又是給低掃。對，就兩個人今天互不相讓，就站住不退這個狀態，大家能夠看得非常的明顯啊。是。第二個連擊去打，但是我個人會覺得蒙博安就打完第2回合之後，第3回合可能要考慮一下改變自己的進攻策略了，因為你現在你的後手是能壓進去沒有錯啊，就是有點傷敵1000自損1000的這個狀態，因為兩個人在這回合拳上互中的情況差不多，那麼你在後手上又沒有對手的，就是後手拳的速率，就是他收拳的這下沒有對手快啊。對。好，第2回合好1分鐘的時間，现在两个人呢都是放慢了节奏。其实在没错，其实在防守意识上啊，还是我们的蒙博安啊防得更好一些，而对方呢他的防守漏洞还是比较明显的。好，你看中门大開，前手蒙博安的前手呢很輕鬆啊就能打到。好，最後的30秒，蒙博安踩緊油門，哇，連續的大擺拳，瘋狂的補刀，有些慌了，對方摟抱沒有成功。19度的抗擊打能力確實是強啊！對，雖然在體能端現在好了，就在這一瞬間，現在蒙博安有點打加大的意思了啊！但是依舊沒有打出10秒，讓這一個後手，一組，漂亮，大空檔，這個主導來了，10秒。对，不看能不能繼續回到比賽了。對於現場的觀眾來講，這個讀秒來得太晚。是的，今天我們現場觀眾也很給力啊。對，來。相信看到這一刻，現場的觀眾和屏幕前的您呢，都是一樣的，都是非常的興奮。我相信有些觀眾朋友們可能會說，為什麼不再下點狠手啊？比如說打死對手。觀眾朋友們，我只能說，我們中國的擂台那是乾乾淨淨的，要死了這麼個東西，那可就真的髒了我們的擂台，所以說給對方留一口氣兒，我覺得還是好的啊。好，這場比賽非常精彩，我們看哦，單架5花大綁抬走，看到這塊那我就放心了。哦，還哭了，哈哈，看來在此之前沒有經歷過什麼挫折啊，所以說對方哭起來真的是非常難看啊，非常的醜。希望他這一次啊能夠長長記性。你過來啊！就在前不久，日本官方見中國武術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啊越來越高，詠春拳的弟子更是將泰國拳王虐得體無完膚，讓全世界見到了中國武術的厲害。結果沒有想到，這下卻讓卑鄙的日本人給盯上了。日本官方想着中國武術能行，那他們的日本武術也可以，所以便想過來分上一杯羹，更是痛下血本，中國選手當場切腹自盡。而這場比賽，我們的中國選手正是上一場比賽用詠春拳在國際上名聲大噪的魏子欽。他是我們中國詠春拳第23代的正派傳承人啊，實力非常強勁。我們別看他體型瘦弱，但魏子欽呢打起架來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啊！上一場比賽更是將泰國拳王打得體無完膚，斬獲5萬美金的花紅獎勵。